我不是死了吗？怎么来到这个奇怪的地方？你这个乡巴佬，凭什么回您家认亲？认亲？我没死。堂堂下官女将军，竟然穿到一个奶娃娃身上。我们林家的孩子都是被细心培养出来的精英，就你土里土气的，也配认清我们林家？轩轩，轩轩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就算她什么都不会，也还是你的姐姐呀。我才没有她这样的姐姐。你的意思是，打中靶子不算是废物啦？不是打中靶子，是打中靶心。轩轩，乐乐刚回来，你怎么能这么为难他呢？那我们比试比试，我若不如你，这亲我就不认了。一言为定。望东人，马足龙山为之法，岁岁不化。总是荒唐见惯空生冷漠，尔虞有我者，人要做那一只过放孩子伤。哎呀，想不到乐乐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力量。哈哈哈哈！好，好啊，真不愧是我林家的血脉呀！想我林家祖辈，就是女将林若曦，她骁勇善战，他骁勇善战，开疆拓土，为国为民，这种隐身在沙场之上。爷爷，你已经说过很多遍了。他这只是凑巧了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怎么能和大将军相提并论呢？林若曦，那不就是我吗？原来竟穿在了后贵身上。你干什么？林家一向重视家规，长幼有序，尊卑有别。你刚刚推了我，理应道歉。偏不。哎，轩轩，好痛呀！你没事吧？哎，快起来！你竟然敢打轩轩！珊珊，孩子没事，不用大惊小怪的。我大惊小怪？爸，当年乐乐他妈为了一个野男人，可是跟林家断了亲，现在死了，倒是把孩子扔回给了林家。我们林家是什么收容所吗？给我住口！珊珊，别再说了。林思成，这可是你的亲儿子，你儿子受人欺负，还要忍气退声吗？小孩子小打小闹很正常。再说了，轩轩也没事，这是我妹妹的孩子，我们啊应该好好爱护她。够了，都别说了。林家家训：谦恭礼让，兄友弟尊。乐乐做得对，轩轩行事顽劣，轩轩给乐乐道歉。对不起。乐乐是我林家的血脉，以后别再对他说三道四，那就是跟我这糟老头子过不去。乐乐，走，我们回家。放心，既然我穿到了你身上，就必定会好好听你活下去。
爸爸。今天的事情呢，是轩轩做的不对，舅舅向你保证，以后这种事情啊不会再发生了。你能原谅他吗？哎，以后有任何需要，找舅舅。谢谢舅舅。乐乐，你先回房间休息吧。看来你还不算彻底昏了头啊！你一个堂堂总裁，非得为爱做羹汤，公司也交给张山打理。你们夫妻之间的事，我不便插手，但乐是小然唯一的血脉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护着他，知道吗？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乐乐当做自己的女儿来看待。原生虽然父母双亡，身世凄惨，但好在家里还有珍重他的外公和舅舅。这终究是事，以我一人之死，让国家安定繁盛，足够了。看来出这手全是生活的地方，可没少往地下买好东西，如此我不就发达了？按照地图，我埋东西的地方应该就在那儿。那个丫头在做什么？听佣人说，在书房里看书呢。那个贱丫头，还想跟我们抢财产，我是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。那个老不死啊，没几天好活了。等她死了，我们就远走高飞。你丈夫把公司的掌控权都给了你，还洗手为你羹汤，你真的舍得吗？他呀，就是你的替身。现在你都已经回国了，我还要他干什么？再说了，林家的财产已经被我转移的七七八八了，就是个空壳子。谁？原来是猫啊！我们回去吧，免得被人发现，打草惊蛇。怕什么呀？林思成他现在呀，正在床上呼呼大睡呢。太过分了，竟敢如此欺负我林家的后人！有我这个老祖宗在，绝对不会让你们毁了我林家的百年基业。让你打理公司，你就把公司打理成这样。爸，珊珊每天早出晚归，一心都扑在公司上，她已经尽力了。是啊，领导，这个季度公司投了几个政府的大项目，最近公司账上资金流动很大，但是等项目建成之后，效益还是很可观的。当我瞎吗？账户上退回了这么多，站起来！老陈，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爸，您这是
在责备我没有管理好公司啊！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辞职，您另外请个高明的人来管理公司吧。明月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妈妈？妈妈，不哭了。我这后代怎么还是个恋爱脑？这么明显的勾搭都看不出来。公司的亏空不解决，不然等不到项目建成，我们林家就会破产的。前段时间听说首富贺老爷子爱妻的遗物七彩琉璃坠找到了，听说明天就会在拍卖会上展拍。我们要是把这七彩琉璃坠拍到手，奉献给贺老爷子，展现出我们的诚意，或许能保住我们林家。我好不容易才把林家财产转移，可不能功亏一篑。爸，账面上的流动资金不足2000万，贺家对七彩琉璃坠是志在必得，我们要不然另外想想办法。不足就把房子拿去抵押，必须要把七彩琉璃坠拍出来，挽救林家。爸，可是没有可是，从今天起，林家我亲自接手。也好，爸您一定能够力挽狂澜的。接手又能怎么样？你一把年纪又活不了几天。乐乐，你和轩轩吃完早饭就去背书吧。啊，怎么又要背？什么时候才能不背啊？珊珊，吃完早饭跟我回房间聊一下。还是有必要给我这个后辈提个醒。舅妈，天气这么热，你怎么还带着丝巾呀？啊，被蚊子咬了，有些红肿。好端端的怎么会被叮一下？快让我看一下。小事而已，几天就好了。这怎么能是小事呢？你容易过敏，快让我看。这下要露出马脚吧？你感染了可就麻烦了。我去拿药啊，等我一下，我马上找人看。我这后辈除了做饭好吃，其他的方面真是没救。别磨蹭了，走吧。轩轩，你来背一下《金缕曲》。不学无术。爷爷，现在都和国际接轨，谁应个你，谁还背这些老古董呀？此言差矣。中国文化是从盘古开天辟地到商周甲骨青铜，秦汉一统奠定文明根基，唐宋繁华书写声势华章，5000年血脉才得以绵延不绝。有本事你来背啊！西陵锦袍应战血，衬得名怀阿里，更非桃花一朵，将军临兹天下事。问其名，会煞于南祖，倾国凤上眉锁。好啊，乐乐背的真好啊！以后轩轩的学习就由你来督促他了。他要是学不好，你就给我使劲打他。来。
背就背啊，我偏不。你居然敢打我！你说再不背，就不是打一下那么简单了啊！啊，我背，舍之正义，真本正义。错，肩条正义，舍之正义，真条正义。是林家大少爷吗？听说林家都没钱了，怎么跑到拍卖会来蹭吃的？你胡说！我谈谈林家怎么可能会没钱？死鸭子嘴硬，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，赶紧走！庶子无礼，你们竟敢欺负一个5岁的孩子！又欺负你了？怎么着？你们以多欺少，以大欺小，只要是在大夏，应当抓起来，杖打20大板。哎呀，这大家都亡了不知道多少年了，你怎么还没下去啊？这林家小孩怕不是脑子有问题吧？住口！林老爷子，我知道您是为了七彩琉璃坠而来吧？恕我直言啊，大家都想抢夺宋敏赫老爷子。你们林家现在怕是连几千万都拿不出来吧？哎，也不能这么说。林家虽然没有钱，但是脸皮厚啊，都比脸干净，也敢来这里，简直笑死人了！你们太过分了，简直！闭嘴！此次拍卖会，我林家是受邀而来，七彩琉璃坠。林总，银行那笔贷款没有批下来。什么？爸，没事吧？赶紧离开！我就说咱们不应该来这儿吧，丢死人了！我愧对林家老祖宗啊！有我在，怎么可能让林家翻身啊？等林家破产了，我就可以卖惨。林思成那个舔狗不舍得让我受委屈，肯定会主动离婚，这样我就可以带着钱离开，还不用背负骂名。区区一个坠，我买呢。哎呀，大家听到没？他说什么？他说他要买，简直笑死人！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买。你个死丫头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没有胡说，这坠子又不是什么稀罕，买下它还不是小事。你懂什么？这七彩琉璃坠乃是从夏国流传至今，至少几千万。你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少在这里丢人现眼。那坠子是我赏给府中丫鬟的，比它贵重的多的是。珊珊，乐乐还小，他不懂啊。我看他是诚心想让林家出丑。乐乐，七彩琉璃坠，众宾客都想拍下来送给贺老爷子当寿礼，这一次应该是没有机会了。何必自取其辱呢？滚吧！真晦气！我骂你，你个丢人现眼的，马屁渣子，啊，你个马屁渣子！外公，我真的有钱。乐乐，你哪来的钱呀？别瞎说，走。外公，你给我半个时辰。一个乡下来的死丫头，她能有什么钱啊？住口！我相信乐乐不会说谎。这些足够了。这个想必不用我再介绍了吧？我知道诸位都是为了他而来，起拍价3000万、4000万、 5000万，我出8000万。
林老爷子，这拍卖会都开始了，你家那野丫头还不见人影，怕不是骗你们的吧？我相信，他肯定会回来的。8000万第一次。李太太，你还不清楚吗？这林老爷子想留在这里，是为了看看究竟谁家拿下这七彩琉璃坠，不然死不瞑目啊！爸，当心身体。家父是长辈，尊老爱幼的美德，你们读书都读到肚子里去了吗？8000万第二次。别愣着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再等等。这都1个小时了，那个死丫头也没回来呀，肯定是说谎。珊珊，我相信恩了，咱们再等等。等什么等啊？现在我们林家都快成为全云城的笑柄了。8000万第三次。我出1个亿。哎呦，这怕不是去翻垃圾箱的吧？林老爷子，我让我家佣人把不吃的拿过来，总不能让孩子去捡垃圾吧？1个亿，有没有要价的？1个亿第一次。这怕不是电视剧看多了，还学人家点天灯呢？1个亿第二次。乐乐，你赶紧给我下来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1个亿第3次。成交。我倒要看看林家怎么拿出这1个亿。小年纪不学好，学人家点天灯。我当是什么宝贝呢？这堆破铜烂铁，你居然觉得它值1个亿？这些不值1，起码3个。就不打你。哼！就这些破铜烂铁值3个亿，简直是笑死人了。那是你不识货。哎呦，大家听听，他说我不识货。哼！死丫头，你给我闭嘴！你知道他们是谁吗？这位可是云城赫赫有名的李家鉴宝界的翘楚，你竟然说他们不识货？这些宝贝很珍贵，他们连这都看不出来，就是你这个死丫头片子，还敢胡说八道！看我不教训你！珊珊，别动手打孩子。各位，实在抱歉，孩子童言无忌。小孩子就可以撒谎了？还是说你们林家的家教就是这样？舅舅，不用跟他们道歉，我没有撒。这偌大的拍卖会，该不会1个懂行的都没有吧？好大的口气！还耍威风？看吧，是你的人来喽！哇，贺老爷子居然亲临拍卖会现场！是的，小孩，你刚才不是叫嚣说没有懂行的吗？这是贺老爷子，资历最深的古董鉴定家。等贺老爷子把你那一堆破铜烂铁看完之后，把你的谎言拆穿。小女孩，怕了吧？原来他就是贺老爷子。贺老，许久未见呀，许久未见。贺老爷子，孩子童言无忌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哼，刚刚这小女孩还拿着这一堆破铜烂铁点天灯呢，现在就童言无忌啦。孩子不懂事，刚才说的话都是开玩笑的。我没有开玩笑，我带来的这些都是宝贝。乐乐果然是个没长大的孩子，都会主动给林家惹麻烦了。只要惹怒了贺老爷子，林家再无翻身的可能。我再帮林家加一把火吧。既然乐乐这么坚持，那不如请贺老爷子看看这堆东西。珊珊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万一贺老爷子看完以后动了怒，
我们林家就完了。刚才爸都说了，他相信乐乐。乐乐既然不会说谎，那他拿来的这些东西说不定真有3个亿呢，对吧，爸？我相信乐乐，你这孙女儿倒是有趣。林家又完蛋了。还请贺爷爷鉴赏一下我带来的这些古董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贺爷爷，我想跟你打个赌。哦，李娃娃，你想跟我打什么赌啊？贺爷爷，如果您鉴定我带来的这些古董都是真的，那您就答应我一件事，如何？那如果这堆东西里边没有一件是真的呢？怎么了？不能问吗？在场这么多人都看着呢，还是得问清楚点好，要不然呢，连累林家。如果这些东西都不是真的，那我们林家将永远退出4大世家，再也不在同行面前露面。好。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一直在胡说，现在不到吗？我哪有胡说呀？我是在给乐乐撑腰啊！你看，爸都没说什么。得罪贺老爷子，今天就是林家的死期。这些古董都是价值连城的古文物啊！根据痕迹看，这个都是大夏朝的文物，竟然保存得这么的完好。贺老爷子，您会不会看错了？这小丫头片子怎么可能有古文物呢？就是这东西看上去破破烂烂的，怎么可能会是古董呢？臭小子，睁大眼睛看好了，这些可都是我们林家的文物。哦，早就听父亲说过，先祖林大将军临终前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物，只是到现在也没有人能找到。难道这些就是？没想到我姐姐这么厉害！厉害个屁呀！谁知道真的假的？老夫看文物这么多年，经手的文物也不计其数，从来没失手过。你这是质疑我的能力？哦，不敢不敢，我也只是觉得太过于惊奇了而已。好奇怪呀，舅妈，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怎么感觉你那么希望林家破产啊？乐乐，你别乱说，我可是林家的媳妇儿，我怎么都是希望林家好的。乐乐，这些文物都是古董，我可以全部买下，你赢了。哎，之前的赌约，你是想让我答应你什么？我想将这些古董买下这个坠子，然后送给贺爷爷，希望贺爷爷看在坠子的面上，能帮林家渡过难关。乐乐，你真是个特别的孩子。好，我答应你的条件。乐乐，这些文物你到底是在哪里找？我晚上做梦，梦到了老祖宗，是老祖宗告诉我这些东西在哪的。这也不算说谎吧，毕竟我就是老祖宗。什么老祖宗啊？
我看你就是不知道从哪儿偷的。就是，我刚刚就在想，一个小女孩怎么能弄到那么多文物？现在啊，想来是偷的也说得过去了。是啊，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林家不会都是用这种手段获得宝物的吧？哼，传闻林家老祖宗给林家后人留下了一笔文物，只是有林家特制的锁锁住，还埋在了不为人知的地方。如果说乐乐说的是真的，那乐乐就是个孩子，他能找到这些文物啊，就已经是走了几辈子的好运了，怎么可能打得开什么林家特制锁呀？我看他这些文物啊，就是不知道从哪儿偷的。林家祖训森严，容不得偷鸡摸狗的小辈。我看，要不然还是报警的。你们说的林家特制锁是这把吗？这，我也只是在书上见过这把锁，你却能拿出来，你到底是何人？乐乐，你说你手中的这把锁就是林家特制的锁，我还真不信了。我倒是要看看我是怎么打不开它的。真是奇了怪了，这锁明明看起来不复杂，怎么就是打不开呀？还请见多识广的贺老爷子帮忙打开看看。这就是传闻中的七巧锁，是林家老祖宗林若曦发明的，真迹早就失传了。乐乐小朋友，这把锁你是怎么打开的？姐姐这么厉害，这把锁和开锁方法早已失传，若能找回，足以轰动全国。乐乐小朋友，老夫愿花1个亿买这开锁的方法。衣领锦袍应战血，衬得鱼环婀娜。倾国恨，上眉锁。乐乐，这把锁和这些文物，真的是你梦到的，还是说你本就是梦中人？爸，爷爷，快叫救护车！领导，快叫救护车！怎么了，领导？真是。老头子，你早该死了！等你一闭眼，这林家的财产就都是我的了。老爷子这是中毒的卖相。这颗药能吊着建国一口气，否则这次建国凶多吉少。我行军多年，战场残酷，学会了保命的针法。吃了这颗药，明天就可以建国施政。还有，到底是谁要害我？我一定要查明真相。老爷子刚抢救过来了，但医生，请你一定要救救我父亲。舅舅，你别着急。医生，我外公怎么会突然晕倒呢？
查不出来，但是根据所有症状推测，老爷子应该只剩下不到3天的时间了。你们要提前做好准备。你说我爷爷才会有事？小香，外公不会有事的。真的吗，姐姐？舅舅，今天太晚了，我和轩轩先回家，外公这儿只能麻烦您照顾了。你平时外公长外公短的，一到关键时刻，你的孝心也就这么点儿。老爷子啊，可真是白疼你了。珊珊，多亏了乐乐，我们林家才能度过这次劫难。他还是个孩子，那也正常。乐乐，轩轩就拜托你照顾了。放心吧，舅舅。时间不早了，轩轩，你早点休息，晚睡对身体不好。姐姐，你今天真是太帅了！在那种场合，我早就被吓傻了。没想到您能拿出那么多文物，帮您家扭转局面。轩轩，那你想像我一样帅吗？想。那你以后要尊师重道，谦恭礼让，忠孝并举，立志自强，要听我和外公的话，记住了吗？我们家人基本上都是在一起吃饭，建国不是因为吃饭中毒，那就是在他经常在的地方中了毒。我得去他房间看看。风雨，难道老爷子不是在自己的房间里中毒？那还能在哪呢？奇怪，我记得老爷子每天都有在燃香，为什么香炉这么干净？难道？姐姐，大小姐，外公房中经常点的香呢，你给我拿来些，我要帮外公点香。小姐，老爷的香都是夫人帮忙点的，我们没有，并且夫人每日都嘱咐我们要把残香清理干净。小姐，你要点香的话，可以直接找夫人拿。那昨天的残香在哪？给我拿来些。小姐稍等。果然是这个香的问题。上山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动我的后人！轩轩，我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姐姐，你尽管说，我肯定能办好。你去门口守着，我要给外公治病。治病？姐姐，我怎么还不知道你会治病？姐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要给爷爷扎针吗？这不行，爷爷出点什么事，我爸会打死我的。小点声，听话，去门口守着，我要开始救人了。姐姐，我妈妈过来了，该怎么办啊？想尽一切办法把你妈妈拖住，我要专心救人，不能分心。
这可怎么办呀？哎，有了！哎呦！哎，轩轩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呦，妈妈，我肚子疼得厉害，你和爸爸又不在家，我就自己来医院了。哎呦，痛死我了！轩轩，坚持一下，妈妈这就带你去找医生。轩轩，你不是肚子疼吗？说，是不是乐乐那个小鬼给你说的馊主意？这下糟糕了！乐乐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要害死老爷子吗？乐乐，你就算是胡闹也该有个度啊！外公平时对你最好了，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是在救人，用的是失传的针法。你们看，外公的脸色是不是红润起来了？别说谎了，还用什么失传的针法？就你这么小的年纪，你能找准穴位吗？乐乐，这是人命，不是儿戏，你别胡闹了。求求医生，赶紧看看。我从未见过这种治疗方法。小朋友，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吗？还是说你靠扎针治疗过人？我这套施针手法救过成千上万的人，不过都是在大夏。他这么小一个孩子，能有什么科学依据啊？乐乐，你平时在家顽劣不听话也就算了，可是今天你这是要故意害死林老爷子呀！看来我们林家是留你不得了。针还没试完，我还不能走。来人，请大小姐回家。老爷子，报！让他治。晋国，这画像上的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倪若溪，他是一代名将，不仅医术了得，在其他的领域都有所成就。你以后也要做像老祖宗这样的人。外公，你的身体无大碍，可以下地走走。乐乐，老爷子都已经病入膏肓了，你还要折腾他，你有没有点小心？林先生，老爷子虽然才醒过来，但身体却很虚弱，下地是绝对不行的。你就说吧，外公可以下地走了。你们说的林家特制锁是这把吗？乐乐，这把锁和这些文物真的是你梦到的，还是说你本就是梦中人？晋国，这画像上的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倪若溪。老祖宗，真的是你回来了？
爸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您是不是病糊涂了？再说了，哪有长辈给晚辈下跪的道理？你也不怕折了我的寿？快起来！混账！老祖宗在此，休得胡言！再敢多嘴，我打你出去！这老爷子出什么问题了？他管乐乐叫老祖宗，说也是乐乐给他下了蛊吧？那以后这老爷子不是什么都听他的？爸现在不清醒，乐乐，她是我外甥女，她还是个孩子，可能早些时候跟什么老中医学的针灸，她哪里会什么下蛊啊？这么小的孩子会什么针灸啊？我看呐，他就是胡乱扎针，把老爷子扎出失心疯来了。这确实是有可能，老爷子的行为是有点反常，我再给老爷子仔细的做个全身检查吧。来，老爷子。哎呀，让开！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有数，我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不用检查了。好，爸，你就让医生给你检查一下吧。医生，我看啊，他这是脑子出问题了，被这个针给扎疯了。你才疯了！张山，你是不是不希望我醒过来啊？啊！我这刚醒这么一会儿，你在这里一个劲儿的污蔑我，污蔑乐乐。你在说什么呢？明明就是乐乐给你胡乱扎针，我看明明就是他要害你啊！想害我的人，恐怕一直是你吧？你以为我什么都没查到吗？老东西，你嚣张不了多久，等你死了，这林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乐乐。你现在身体也恢复了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回家再说。好，我们回家。让开！建国，我确实是林家老祖宗林若曦。射击场那天，我战死后，魂穿到这个叫乐乐的小辈身上。老祖宗魂穿到乐乐身上，那是我林家三生有幸啊！林家终于可以重振家风了。我现在就去告诉大家，让他们来拜见您。建国，不可！你之所以能认出我来，是因为你见过我行医时的图册和林家特制的那把锁，但其他人未必会行那么荒谬的事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我还是希望在之前不要声张我的身份。我知道了，老祖宗。张山的事情，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？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，只是没有确切的证据。我也想带着思成接手公司的事情，可思成志不在此，思成他，我还真不知道如何跟他说。这孩子太容易相信人，我怕他接受不了。想要让林家重整家风，这种如同蛀虫般的女人是断不可能，而且出谋甚久的不可能只有她一人。那老祖宗觉得应该怎么处置？顾及思成的脸面以及公司的利益，最好先不要打草惊蛇。只是轩轩还在他那，我担心时间久了他会教坏轩轩。老祖宗啊，都怪我无能，教子无方，如今还要靠老祖宗您亲自出手。不妨事，我们只需顺水推舟就好。好。姐姐喝奶。乖。不争气的东西，竟然自降身份去讨好乡下来的小贱蹄子，把我的脸都丢尽了。拍卖会上拿到的钱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我决定一部分钱留在公司运作，
剩下的钱全部给乐乐。爸，您这也太偏心了吧！乐乐是您的孙女，轩轩就不是您的孙子啦。您把钱全部交给乐乐，那我们轩轩怎么办啊？妈妈，我不要，就给姐姐吧。你给我闭嘴！等我回房间再收拾你。都别说了，我心意已决。爸，珊，钱都是乐乐赚来的，我觉得这样安排没问题。乐乐在拍卖会上挽救了林家公司，为林家出了口恶气。如果没有他，我们林家早就被清算了。张山，都是一家人，我不想闹得太难看。以后你就留在家里，公司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。难不成他知道了我做的那些事儿了？不过那又如何？现在公司都是我的人，就算这个老东西想接手，也没那么容易。都听您的。那明天公司股东大会，我等着您。市长，你和轩轩也先下去吧。哎，老早早，我觉得这个张山不会这么轻易把公司全交出来呀。毕竟我现在年龄大了，他要掌持公司这么多年，恐怕现在的林氏早已不是我的林氏了。建国，你别担心，西化生死就不值得了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他得逞的。各位，今天股东大会，老爷子将会解除我所有的权利，自己当董事长。老爷子本身就是公司最大的股东，收回权力也无可厚非吧？哼，话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公司亏空上，咱们可是一条村上的蚂蚱。要是老爷子上位以后追究起来，咱们谁也跑不了。如今账目已经被老爷子重新评了，水至清则无鱼。我想，老爷子纵横商场这么多年，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明白吧？我们可是公司元老，我看他不会翻脸的。在他未上任前，一切都是未知。说得对，在老爷子上任之前，一切都是未知。那不如我们就让他上不了任。不知沈经理和张总有何高见呢？我要釜底抽薪。今天股东大会上，你们只需要配合我就好。张总，您等到了。走吧，各位，好戏开场了。哎呀，爸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习惯了。你这习惯，我看要改改了。珊珊，今天是爸的主场。各位，今天我要宣布一件事情。爸，不急，我还有些话要说。爸，这些年我管理公司尽心尽力，从未出过差错。前段时间投资了一个大型项目，导致资金周转不灵，差点让公司破产，但是最后都解决了。这些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您就因为这个事儿就要把我踢掉，这让公司的这些老人可怎么想？让我怎么想啊？您这是要寒了我的心呢。是啊，老林，我跟你跟了这么多年了，我是不会骗你的。张总啊，上任以来那是兢兢业业，
而且我们干投资的本来就是风险和利益并存嘛。之前的问题也已经解决了，干嘛还把张总开除呢？既然公司债务危机都解决了，不如老林你继续安享晚年，让张总代管公司，你孙子孙女围绕旗下，让我们这些老家伙感到太羡慕了。是啊，爸，珊珊已经很努力了，这些年在公司也很辛苦，就算不让他当掌权人，也不用辞退他吧。这个废物，我要的可不仅仅是不辞退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闭嘴！众位都说完了吧？你们的意思我已经很明白了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这把老骨头没办法，也没有能力再涨回工资了？但是你们要明白，我才是这家公司真正的控股人。爸，要不是思成不管公司，我至于这么些年来累死累活的为了公司做事吗？既然您执意要掌权，那我也不能赖着了。我宣布，我张珊即刻起解除公司一切职务。哼，那我也不干了。一个为公司呕心沥血这么多年的人都得不到善待，我们这些非亲非故的老家伙还算什么？是啊，老林，既然你这么不听劝，那我没必要留在这里了。那我们这行的不仅需要经验，更需要年轻的头脑和思维。还有我也不干了。还有我也不干了。我也不干了。爸，没事吧？好啊，好啊，你们这是在逼我！爸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们哪可能逼您呀？我们只不过是把最优的选择放到您的面前而已。那如果您执意不接受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呀。不想干什么，那就都给我滚！丫头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谁呀？这位呀，是林董从乡下接回来的外孙女儿，不懂规矩惯了，大家见笑了。乐乐，这里不是游乐场，是大人们开会的地方。来人，带出去！慢着！你少教训我了，各位还是先看看这里面是什么。王川于2024年12月开始主管凌云地产项目。您在凌云地产的地产项目里赔得底朝天，可你王总可没少赚。李明，你和王川老总挺熟的呀，送的卡比我弟弟的练习册都多。还有刘北、张强、王若风。也多亏林佳佳的后，不然早就完蛋了。各位，林氏既得名堂，有些过错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如今竟然敢背信弃义，当众欺负林董，你们当我们林家当真无人可用了吗？好了，你们不都想走吗？各位，恕不远送。你这是造假！说的没错呀，乐乐，你怎么证明这些文件是真的呢？不需要证明，我已经报了警，是真是假，警察叔叔自会查清楚。林董，看到对不起你了。林董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，以后我肯定把公司的亏空补回来。林董，求求你，
网开一面嘛。你看，有些蛀虫是一定要清理，否则痛的只会是我们自己。现在，你们对林董重新接手公司还有疑问吗？没有。接下来，公司要重新起来，我们林氏一定会恢复往日的荣耀。好了，散会吧。哥哥，你是从哪里找到这些证据的？这还多亏了舅妈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啊，坏人总是会恶意复仇。我就查了一下谁和舅妈走得比较近，没想到一就一个抓。你舅妈肯定是被那些坏人给蒙蔽的。哥哥，没想到你年纪不大，心还挺细的嘛。好了，今天都累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说要卸任吗？我同意了。爸，舅妈，你好自为之。这次虽然没有直接抓到你的把柄，但是已经折掉了你的大半人。张善，让你露出马脚。珊珊，其实离开公司也挺好的，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去陪孩子。珊珊，珊珊，小贱人，我不会让你一直这么得意下去的，我得想个办法，好好教训你一下。喂，找个机会把乐乐给我绑架了，要是敢反抗，直接撕票。你也别怪我狠心，谁让你挡了我的路呢？到时候老不死的肯定会来救你，那就一起杀了。那我这样岂不是就没有后顾之忧了？哎呀，小东西放心吧，以后每年的忌日我会给你烧纸的。还是姐姐你聪明，跟管家说走路回家，就能偷偷吃到棒棒糖啦。傻先生，我可不是为了让你吃棒棒糖才选择步行回去的，我是在给你妈妈犯错的机会，也是为了救你和林家。来了，娟娟，你快跑！姐姐。赶紧给你外公打电话，听见没？哎，你个小贱蹄子，我，太小，让我来。小朋友，赶紧给你外公打电话求救，我就把这个棒棒糖给你，否则。那你倒是打呀！我们这边要700万，让你外公3个小时内准备好。臭丫头，居敢拿我的电话报警，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你都把电话给我了，与其给我外公打电话，还是给警察叔叔打电话更有用。
贱人，老子拿不到钱就他妈送你上西天！就算你们拿到钱，也不会放过我，因为我已经看清你的脸。你个小丫头片子还挺聪明，既然你已经看穿了，索性你就不演，好好配合，否则一刀宰了你！赶紧打电话给林家老爷子，让他们筹钱，马上给我凑700万来，只给你3个小时，否则就撕了票。老祖宗为了我们这些小辈，也真是受苦了。这个怎么？爸，自言自语说什么呢？哎呦，乐乐被绑架了，绑匪要700万，这个3个小时时间，否则就撕票啊！这可咋办呢？时间紧张，我现在就去银行取钱。赶紧去吧，这700万马上就是我的了。哎，你不是平时很讨厌乐乐吗？怎么这次思成去取钱，你怎么一点也不反对啊？啊？爸，我好歹也是乐乐的长辈，虽然我不喜欢他，但是也不至于看着乐乐被人撕票吧。难得你能在紧急时刻顾全大局，这是自然。等钱到手后，我一定要把那死丫头喂狗。站住！乐乐，我们已经把钱带来了，赶紧把孩子放了。老子现在改主意了，700万太少，再加300万，凑足1000万，老子就放人。坐地起价，你太过分了吧！你要搞清楚状况，孩子现在在我们手上，激怒，马上撕票，上撕票！好好说，千万别伤害孩子。哎，老板，请听吩咐。替我好好教训教训林思辰，谁让那个窝囊废一直帮着那个臭丫头，害得我的心肝宝贝生气。你可悠着点，可别把人给我打死了。怎么，心疼了？啊？他现在啊，可不能死这么早，不然影响我转移你家的财产。下手注意分寸，可别把人给打死了。明白。这样，你们呢，要是能挨住我们10棍，你们就放这个臭丫头，如何呀？别说10棍，就算20棍我也能受着，但前提是最好说话算数。当然。动手吧！哎，站着挨打，显不出你的诚意。跪下！你爸，只要能为了乐乐，我受点委屈没关系的。这丫头怎么会如此厉害？她真的只是个孩子吗？师叔，子哥，舅舅，我先帮你疗伤。外公，你这医术还真是厉害啊！啊！接下来我要问你们几个问题，
如果回答不上来，或者回答的让我不满意，我就扔一个飞镖，如何？这次的绑架是谁让你们干的？公告。很好，有骨气。就不知道我这一飞镖出去，你还会不会像这样子？还不肯说吗？我说，是张山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是张山指使你们绑架乐乐？这不可能！张山平时连在家里连鱼都不敢杀。那是他懒得弄鱼，嫌脏。我林家，除了你这么个不成器的，哎，住手！外公，等警察叔叔来了，问问这些绑匪，就知道到底是不是张山指使的了。舅舅现在身上还有伤，先别打了。爸，一定是你搞错了。珊珊她不可能挪用公款，她不可能买凶杀人。这些都是警察顺着这次抓到的人查出来的。怎么，你连警察的话都不信了？爸，思成，乐乐都已经平安回来了，你们都板着脸干什么呀？这些是你贪污受贿、买凶杀人的证据，什么话都说。这些都是污蔑。爸，我知道你一直都看不上我，还想挑拨我们的夫妻关系，可是我对思成是真心的，我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的。现在证据确凿，你最好给我想好了，话要这么说。爸，我也是没办法呀，都是我那个不争气的父亲，他在外面赌钱，欠了巨额债务，我身为他的女儿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不管呀。爷爷，妈妈哭得好伤心，她知道错了。爷爷，你就原谅妈妈这一次吧。轩轩，做错事情就要受到惩罚。爸，珊珊她也是没有办法，她也是出于一片孝心啊。爸，如果您一定要罚的话，您就罚我吧。珊珊做的那些错事，我愿意来偿还。既然舅舅愿意与舅妈共进退，那舅舅就和林家断绝关系，以后不能有林家的一分钱。轩轩是你们的孩子，也会受到你们的连累。以后轩轩便再也不是林家子孙了。你跟轩轩都是一辈的，这里有为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乐乐说的话就是我的意思。李司成，如果你还要袒护这个女人，以后你便不再是林家人。一边是我父亲，另一边又是我的妻子和孩子，不管做出什么选择，让另一边伤心都是我不愿的。可是爸，珊珊曾经救过我的命，我爱她，我不能负她。我们这就离开林家。老婆，虽然我们被赶出家门，但是我有手艺啊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会让你和轩轩过上好日子。林思成，你还想让我跟着你去租房过苦日子吗？没门儿！今天我就要跟你离婚。刚刚那些进林家门的人，是不是之前在拍卖会上见过？因为有了乐乐的资金支持，再加上我爸的运筹帷幄，如今我们林家已经起势，成为海城第一大家族了。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？不是还没来得及说吗？乐乐被绑架，紧接着我们就被赶出家门，我现在才有机会告诉你。
就算现在赶出来，我爬也要爬回去。林家这棵摇钱树，我绝对不会放弃。老公，刚刚我是太生气了，所以说了气话。但我其实不是真心想跟你离婚的，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啊！我就知道我老婆是不会离开我的，只不过要苦了你和轩轩出去住出租房了。没事儿。没关系，忍忍就好了。住在这里只是暂时的。轩轩是林家长孙，老头子肯定舍不得，都怪洛洛那个贱人。老公，你和轩轩收拾家里吧，我出门买菜去。好。亲爱的，老地方见。今晚必须得回去。再不回去啊，林思成该起疑心了。再说了，这次我们又没有做错事，等我怀上了孩子，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回林家。我们的孩子就是名正言顺的林家继承人了。慢走。爸爸妈妈，轩轩，你爸爸就是卖椒麻鸡的呀？是啊，我爸爸手艺可好了，最近我们家5星级酒店的厨子都比不上呢。大家以后都来给我爸爸捧捧场。好呀好呀，叔叔再见。幸好轩轩这孩子没被养废，心性还很纯良。轩轩，最近过得好吗？姐姐你来看我了，我们过得很好。不过没想到自己赚钱这么辛苦。轩轩，你们的苦日子可能还要继续过下去。你虽是林家的血脉，但目前林家还不能把你接回去。姐姐，我不回去，我要跟爸爸在一起。姐姐，你吃椒麻鸡吗？我爸爸做的可好吃了。椒麻鸡有什么好吃的呀？没点出息。乐乐，你看舅舅舅妈这苦也受了，这轩轩经常都吃不饱。你这次来是不是老爷子让你来通知我们回去的？这是外公让我给你的。哎，我就知道老爷子没忘记我们。怪不得呀，这老爷子直接就把我们逐出来了。原来都是你在挑唆爸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啊！真是没想到，小小的年纪争夺家产的手段这么狠毒。舅妈，落得今天这步田地都是你咎由自取，怎么还怪上我了？你竟然还护着这个小蹄子！你知不知道他既然在挑拨你们父子的关系，而且他还让老爷子给你写断亲，还有放弃继承权协议。是我们犯错在先，爸就算和我们断绝关系，也是应该的。挪用公司的公款，没有让我们偿还，已经是网开一面了。这不是爸爸的错，都是妈妈挪用公司公款，才让爷爷生气的。不是，我都已经道歉承认错误了，现在还要断亲，还要放弃继承权，以后让轩轩怎么办？轩轩的生活可以通过我们奋斗去争取的，总不能一直在林家当猪宠吧？林思成，你要是敢签这个字，咱们就离婚。离婚？老婆，你不是说过愿意跟我一起奋斗吃苦的吗？他是看上了林家的钱，姐姐，事已至此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没错，当初我就是看中了你林家的钱，还看中你林家继承人的位置，我才会跟你结婚生子。怎么会？我们认识的时候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身份，还有我出车祸，
也是你救的我呀！天真，是我一直盯着你，这样才会有机会接近你。车祸救你的人也不是我，我只是冒领功劳而已。我只是想要过得好罢了，我有错吗？假的，这一切难道都是假的？林思成，你已经30好几了，还一事无成，天天在家研究做饭，你让你的老婆孩子陪着你吃苦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我告诉你，像这种苦日子，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老婆，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，你真的是为了钱才跟我结婚？现在我没钱了，你就要离开我？我不离开你，难道跟着你吃苦吗？难道我们只能同甘就不能共苦吗？我凭什么要跟你共苦啊？像你这种又蠢又没本事的男人，你哪儿配得上我？虽然现在日子是过得苦了一点，但是我已经在努力的赚钱了。难道我付出的这一切在你眼里就这么一文不值吗？少废话，赶紧离婚。你想离婚是吧？好，我答应。爸爸妈妈，你们真的要离婚吗？萱萱，爸爸和妈妈要离婚了，你想跟谁啊？我要跟爸爸。萱萱，你可要想好了，你爸爸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妈妈手里还是有很多积蓄的，起码你跟着妈妈，未来的日子过得不会太差。你为什么非得跟着你这个没本事的爸一起吃苦啊？你是提供了物质，但这么多年，萱萱的衣食住行都是我舅舅在管。对于萱萱来说，我舅舅在的地方才是萱萱的家。妈妈对我很好，不过我不能在这个时候丢下爸爸。我相信爸爸一定会努力，让我过上好日子的。好，你愿意吃苦，没人拦着你，以后可别后悔。爸爸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你看到了这一幕，能不能帮舅舅保密啊？不要把离婚的事情告诉外公。舅舅，你的担心多余了，我和外公等这一天很久了。都怪舅舅没用，让你们担心了。谁说你没有的？你有一个我们所有人都比不了的特长。老妈，做饭啊！莎莎，不要为宁思成那个废物生气，跟着我，你不会过苦日子的。你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掌控林家公司啊？这种日子，我真的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不要着急，现在林家人肯定还不知道我们的关系。我现在还是公司财务部主管，虽然上次股东大会让我们折损了不少人，但是现在公司大部分还都是自己人。老爷子昏聩，有我在，林氏公司迟早是我们的。舅舅，这是吴家晚宴的邀请函。吴家是靠餐饮发家的，你在美食方面又颇有天赋，机会难得，要把握好哦。吴家可是靠雪花酥起家的，我做的雪花酥很普通，去的话是让人耻笑的。这味道甜而不腻，松软不粘，一尝便知是吴家所出。
陈皮。哥哥，你说啥？把陈皮熬成水，加入雪花酥里，可以中和它的甜腻。利用陈皮独特的风味去丰富雪花酥的口感，这倒是个不错的创新，可以试试啊。到时候我们就拿升级版的雪花酥去参加晚宴。啊，对了，姐姐，我们还要取一个响当当的名字，就叫美人眸。呀，这不是被林董赶出家门的丧家犬吗？怎么还有脸出现在吴家家宴门口啊？当然是来参加晚宴的。让开！小屁孩，别捣蛋了，赶快回家找你外公喝奶去吧。外公一直把林家的所有产业都交到我手里，我就是林家家主。我可是林氏集团财务部主管，你是林氏家主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说出去也不怕笑掉大牙。既然你不信，那我就让你看看，我到底有没有资格开除。把财务主管沈涛开除。整个林氏集团都是我的人，我怎么可能会被开除呢？喂，你被开除了？什么？怎么被开除了？这怎么可能？请你在3个工作日内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。林家家主到。这个林家家主怎么是个女娃娃呀？我真是有点看不懂林家了，怎么让一个小孩来参加吴家的宴会？这是不把吴家放在眼里，还是这小丫头确实有过人之处？早就听闻林家出了一位聪慧的小辈，没想到竟然是一位6岁的女娃娃，真是让吴猛佩服呀！吴家主你又在了，今日来是想合作的，不知吴家主有没有兴趣？哦，说来听听。这是我舅舅亲手研制出的美人眸。我当个什么呢？这不就是普普通通的雪花酥吗？就是啊，你们林家想靠雪花酥进军餐饮，简直是自取其辱。难得林家主来参加我们吴家的晚宴，不知道提前了解一下我们吴家的资料。雪花酥是我们吴家传承100年的美食，不可能有人或者说比我们吴家更好吃的雪花酥。若是你们拿出其他的美食，可能还会入我们吴家的眼。但这雪花酥，我们不缺。小丫头，有什么经商之道？既然大家都不看好林家的雪花酥，不妨都先来尝一尝。就算尝尝，也改变不了现实。那我们打个赌，如果味道不如吴家，那我们林家再也不沾染餐饮行业，并为吴家出资1个亿，为今日的行为道歉，如何？这林家派个小奶娃来给我们吴家送钱来了，你知不知道100年传承意味着什么？其实你做1-2天雪花酥能超过的。吴家的雪花酥可谓是独一无二，就是想模仿也模仿不出来。我劝林家还是别来分这杯羹了。别呀，
人家林家家主都说了，若是雪花酥味道不对，给我们吴家1个亿的赔偿，这笔买卖是稳赚不亏啊！我先尝尝，虽然我不是吴家人，但是我可以替吴家做品尝人。到时候吴家主有合作，记得分我家一份。这味道确实和吴家的不太一样。我来尝尝。你刚刚还说我们家雪花酥不好吃，现在过来干什么？谢谢年纪小不懂事，今日我们就是来谈合作的，雪花酥随便吃。这雪花酥果然比我们家做的好吃。没出息的东西，外面的雪花酥都添加了防腐剂的，吃不出来吗？我倒看看你们林家雪花酥到底是什么门道。外公，你怎么了？难道是吃了您家的雪花酥，身体不舒服？我这就送你去医院。我都是将死之人，没想到今天还能吃到这种味道的雪花酥，我真是死而无憾呐！我怎么没听懂吴家主说的话？他的意思是很欣赏林家做的雪花酥。可能是林家做的雪花酥让吴家主想起了小时候雪花酥的味道吧。外公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说这林家做的雪花酥还和我们吴家祖上有什么渊源吗？我记得小时候外祖父去世之前，家里面做的雪花酥就是这种味道。外祖父去世过后，我再也没有吃到这种正宗的雪花酥了。可是爷爷，我们吴家卖的就是正宗的雪花酥啊。你们吴家的雪花酥味道确实很正，不过跟我们林家的雪花酥相比，还差了一味料。既然林家主是要合作的，我吴家愿意为林家雪花酥投资。我决定愿意用百年雪花酥传承的名气，为林家雪花酥做宣传并背书。这个林家真是人才辈出啊！之前在拍卖会上就一睹林家主的风采，没想到今天在吴家晚宴上还有幸能见到林家主精湛的厨艺，真是荣幸啊！我家孩子和林家主同岁，但是没有林家主这么有能力，看来我回去得严加管教，争取早日和林家主一样。我可是几千年之前的人，比你们祖宗岁数都大。春轩，爸爸和温文还有事情，你先自己回家。睡觉之前，爸爸给你讲睡前故事。文文，我看刚才吴家主一直往这个方向看，好像是有什么话想跟你说。这样，我去把温客分散了，你趁机去和吴家主细谈。各位，大家不要光顾着聊天啊！来，可以再尝一下我手给的雪花酥，喜欢的话也可以为我林家的雪花酥投资呀！来，尝尝看，尝尝看，快！林家主，可否进一步说话？林家主，林家做的雪花酥味道与我过世的外祖父做的一样，不知道林家主是如何得的配方，和与我们吴家有渊源。渊源也是听外公说的。外公说吴家老祖是个很好的人，他曾经在战场上救下过一位女将军。这也是我们吴家代代相传的故事。吴家老祖宗就是因为救了这位女将军，才研制出后来
传承100年的雪花书，可惜在我外祖父这一辈就断了。外公也说了，吴家老祖救了这位女将军后，将女将军带回家里疗伤。女将军在吴家住了半月有余，临走前看见吴家老祖在为生意发愁。林家竟然知道当年事情的详细经过，难道这位女将军是？没错，就是林家老祖宗，也就是我。当然对当年的事情很清楚。那时吴家老祖宗在为什么发愁啊？外公说吴家老祖想要做雪花酥的事，但是当时雪花酥的制作成本很高，普通老百姓都买不起，销量自然就不行。女将军知道后，品尝了吴家制作的雪花酥，并给吴家老祖提了建议，把雪花酥里面一个昂贵的食材换成了更便宜的食材，价格自然就低下来了，老百姓们也买得起。替换的这个食材就是雪花酥的关键素材，也是我们这次做的正宗雪花酥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，竟然知道我们吴家如此机密的事儿？我是乐乐啊，外公暂替林家家主，刚才的话是外公让我传达的。我真是疯了，刚刚竟然觉得这个小女孩身上有老祖宗的压迫感，她明明只是个传话的孩子，怪不得你能说这么多深奥的话，原来是转述。那林老还让你说什么？外公说吴家的雪花酥配方并非失传，而是吴家后人的懒惰。此话怎讲？外公说吴家好可惜，吴家的后代只看重雪花酥100年传承下来的名利，而忽略了食材的重要性。很多吴家生产产价偷工减料，导致雪花酥的价格靠着100年传承价格飞涨，而味道却没有以前好。不知吴家主平时可有品尝自家制作雪花酥的习惯？家里都经常备着雪花酥的。来人，上点雪花酥。请吧。不是我要吃，没有对比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。吴家主，这2块雪花酥你都品尝一下，看看味道如何。还请洛洛指点吴某。亲爱的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去参加吴家晚宴了吗？别提了，林思成和乐乐也去了吴家晚宴，当众羞辱我不说，还让公司把我给开除了。乐乐有什么资格开除你？他不过就是林家的一个晚辈。谁知道宁总怎么想的，竟然把公司董事长和林家家主职位都交给乐乐，这不胡闹吗？林老爷子年事已高，经不住乐乐哄骗，把整个林家都给了乐乐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让小贱人如愿的。哎，你要去做什么？这4大家族啊，最注重的就是脸面还有作风。你刚才不是说林思成也去参加吴家晚宴了吗？我要是去现场闹一闹，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他林思成抛弃妻子，我看他吴家还愿不愿意跟林家谈合作。这种好事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你放心，我就在旁边看着。要是宁思成敢对你动粗，我就拍下来发到网上去。
林家敢开除我，那我就让林家带着家。没问题，包括我们这边都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合作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不放心，一定的。哎呀，林思成，抛弃妻子，你这个负心汉，我没脸活了！负心汉，你抛弃妻子，我没脸活了！你这个负心汉，你抛弃妻子！什么抛弃妻子啊？你胡说什么？明知道我怀孕了，你还要跟我离婚？你不就是怕我们母子拖累你吗？你怀孕了？还装什么？在座的各位，帮我评评理呀！我跟林思成结婚多年，现在他就狠心把我抛弃，他这就是要眼看着我和孩子去死啊！林家向来注重家风，怎么教出你这种不仁义的东西？竟然抛妻弃子，你还算个人吗？虎毒不食子，林思成，你连畜生都不如！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，我一定告诉外公，坚决不跟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人合作。林思成，离婚之后还想赚大钱做梦，我就是毁了你，毁了林家。明是你嫌我丑才跟我离婚的。打人了！这么多人面前，你还敢打女人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赶紧把他赶出去，不要脏了吴家的晚宴。我看谁敢动他！就是他哄骗林老爷子，还挑拨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，强迫我们一大家子被逐出了林家呀，还要强迫我们签下断亲协议和放弃继承权协议。她一个小姑娘，为什么要处心积虑的把你赶出林家？你别看她是个小孩子，她野心大着呢。她就是想要赶走我老公这个唯一的林家继承人，后私吞整个林家所有的财产呢。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一个小孩能有这样的心机吗？姐，有可能。刚刚我在门口就听到他自称是林家公司的董事长，据说他还开除了个财务主管。各位，我沈清道，我这些年我在林家一直勤勤恳恳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可是这个小孩一句话就把我给开除了呀！他想干什么呀？他就是想把林总所有的心腹都给赶出去，能好安排他自己的心腹。我想起来了，他就是那个被开除的员工。没想到一个小女孩竟然如此深沉的心思，这长大了那还得了啊！舅妈，没想到还敢来吴家晚宴闹事，还想往我身上泼脏水。公道自在人心，你若是问心无愧，还怕我说什么吗？张山，我给你最后的祈求，现在赶紧离开吴家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你还在这装什么好人啊？当初你给我们断亲协议还有放弃继承权协议时，可不是这副嘴脸呢。我本来不想把张山的丑事公之于众，但他竟然在吴家和众人面前污蔑我，有损林家的脸面，那我只好把真相说出来。我能有什么丑事儿啊？这么多年，我一心为了林家管理公司，生儿育女，我哪儿做错了？这不是你和刚才被开除的财务部总管吗？你们俩背地里是这关系，难怪会被林家主开除。开除算仁慈的了，还有脸来吴家闹，真是不知廉耻。刚刚这个女人还说林思成抛弃妻子，说她肚子里有孩子，我看她不是林家血脉。
成是那个财务主管的吧？他这么闹，是想让林思成做接盘侠吧？好恶毒的狗男女！明知道我们吴家家风正，还跑来吴家闹，这摆明是要毁了林思成，毁了林家。这些都是假的，这些都是这个小贱人用来污蔑我何成的。张山，这些年我爱护你，我信任你，我为你洗手做羹汤，我从没有让你受过委屈。即使发狠狠地说你不好，我也愿意和你一起被赶出家门。但是呢，我的维护和信任，这换来的是你的背叛。老公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老公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都是他勾引我的。我保证，我以后都跟你好好过日子。张山，我什么时候勾引你了？明明是你说林思成懦弱，欣赏我的野心和才华，这才跟我在一起的。我呸！你也呸！我可是林家少奶奶，我能看上你这么一个公司的主管吗？明明当初就是你勾引我的。我知道了，你是觉得我们俩之间的事情被曝光了，你想明哲保身。张山，要不是说你喜欢我，你觉得我会跟你这个老女人在一起吗？明明就是你勾引我，是你挑拨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。那你这张脸，你看，这个疯女人，明明是你自己耐不住寂寞，又当婊子用你排完了贱货。你说什么？打死你！不好意思啊，吴家主，这是您借下了，家中还有一些事要处理，我们改天再去。处理干净！再叫上2个人，保安，别动！走！姐姐，你还在为他难过吗？姐姐，你应该向前看了，过去并不是白白付出，你的人生也没有白活，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。至于别人自以为是的步步为营，最终也不过是满牌接收罢了，不是吗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外公还在等你呢，走吧。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是为了祈求你的原谅回来。我和吴家谈成了一笔合作，我想弥补张山能滚款造成的损失。既然回来了，就赶紧洗手吃饭。今天都是你爱吃的菜。是，爸。还一家人聚在一起吃的香。爷爷，这段时间我都想你了。是吗？爷爷也想你了。快多吃点啊！这段时间在外面都瘦了，动小点。老爷，门外有个姓贺的老先生，说是要见乐乐小姐，说是有急事。快把贺爷爷请进来。快去快去。贺磊，深夜造访真是多有他了。
还请您老和乐乐不要见外。哎呀，贺老爷子客气客气，来来，快走快走。那我就不卖关子了。前段时间，我国出土了一批新的文物，本想送到本市的博物馆，但出生国人非说这批文物是他们国家的，还要开全球直播鉴定。我们不怕出生国人，那就开直播鉴定。出生国人说话实在难听，说我们是贼。古人偷了他们国家的东西不说，如今文物重见天日，还说我们国家想占为己有。他们开全球直播，就是想让全球人民作证，证明是我们偷了他们国家的文物。放肆！我大夏国地大物博，比他们出生国大了不知多少倍。我们国家出土的文物，怎么可能是他们国家的？他们还敢倒打一耙？乐乐，出生国人是有备而来。我怕直播那天现场会有突发事件，要是有你在，我会安心点。乐乐，你愿不愿意去现场？当然愿意，我很期待与出生国人的见面。这是我只吃一块，应该不会被发现吧？嘿，吓你一跳吧？我就知道你饿了，特地让御膳房给你做的。我每次来公园都吃不饱，幸好有你，每次都给我准备好吃的。以后可能都没有办法给你准备吃的了。父皇让我去和亲，我们此生再难相见了。这是你出嫁那天我去送你，这是我们林家祖传的镯子，我送你当嫁妆。这是当年送给宁昌公主的陪嫁，这是当年我送给宁昌公主的玉镯子。这批文物是宁昌公主的陪嫁，是我大夏国的东西，谁都不能夺走。よし。はい、こ里是我。出生国人态度太过嚣张，等会儿找个机会去他们身上的傲气。欢迎屏幕前的全球观众们关注这次文物鉴定。首先，我来介绍一下这批文物，他们是。这批文物是我们出生国的，我在我曾祖父的书里看过，我敢100%确定，这批文物属于出生国。这个出生国人的理由也太过荒谬了吧！我还说我太奶戴过这个玉镯子呢。还真别说，我外婆有个一模一样的，不过不是玉的，是塑料的。根据我国专家的鉴定，这批文物是2000年前的文物，那会儿好像还没有出生过吧？怎么没有？那是因为我们国家低调。其实我们国家已经存在上亿年了。都嘎！我真无语，出生国人是恐龙时期就存在的吗？现场有大夏国的专家呢，难道没有人为我们国家发声吗？我来说两句。我是让大夏国出一个人来拜一拜出生国人的傲气，但也没让一个小孩子出来了。
这不是5岁小孩守国门了吗？现场没有其他专家说句话了？你们快看，出生国人的嘴角都快咧到后耳根了。没想到啊，你们大夏国一个小孩也能参加这么重要的文物鉴定。小丫头，你想说什么呢？曾经在大夏国2000年前，有个叫宁昌公主的杰出女性，为了和平，心甘情愿去蛮夷之地和亲。这玉镯子是宁昌公主闺中的密友林若曦将军送给她的嫁妆。林若曦，这不是刘家老祖宗啊！怪不得刘总知道这段历史。林若曦本以为，就算宁昌公主去和亲，他们也会有再见的可能。可是宁昌公主在去蛮夷之地的时候遇到了劫匪，宁昌公主和这批裴家的文物都下落了。你说的这段故事根本就无从可证啊！大夏国历史上确实有一位宁昌公主和一名叫林若曦的将军。你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当年林若曦送给宁昌公主的就是这个？因为这个玉镯子暗藏玄机，不知出生国的两位知不知？你一个小娃娃竟敢侮辱我们！一个玉镯子怎么可能暗藏玄机？难道你们大夏人不知道玉是什么吗？透明的，怎么可能藏东西？出生国人都这么功利心了吗？小女孩只是问问而已，哪里羞辱你们了？我觉得就是心虚，他们说不出玉镯子的故事，觉得输给大夏国一个小女孩很丢脸，破防了吧？你们出生国的人就是这样以大欺小的吗？真以为我们大夏国没人了是不是？小鬼，这批文物我们势在必得，就算你站出来又如何呢？你又能怎？你是想挨揍吗？赶紧回你妈妈在那里喝奶去吧。原来出生国像我这么大的孩子还在喝奶，怪不得有见识短起，原来是大脑发育的晚。哎，快保安，保护乐乐！你好大的胆子，公然嬉笑，有没有王法？完了吧！你们一个6岁的小孩把我打成重伤，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。这个文物我必须带回去。文物给我！哎呀，乐乐，你怎么能把文物损坏了呢？天哪，那个孩子竟然把我们国家的文物给砸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熊孩子吗？没人管这孩子吗？节目组的人呢？快叫孩子的父母出来，把损害文物的钱赔了，就算是倾家荡产也得赔。小鬼，你把我们国家的文物给损坏了，你们必须得给我们赔偿。为了两国的友谊，我也不多要，就要打给。出生国人能不能要点脸？都没鉴定出来文物是哪个国家的，就被小女孩给砸碎了。这个小女孩不会是出生国派来的间谍吧？这下说不清文物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了。是我们大夏国出土的，还需要鉴定吗？大家别慌，这玉镯子的外面根本不是玉，值不了这个钱。大家若是不信，鉴定专家贺爷爷就在这，让贺爷爷鉴定一下就知道了。乐乐，你闯下大祸了。乐乐，这些文物是比我更权威的专家鉴定出来的，价值不可估量。你怎么把专家最看高的玉镯子给砸碎了？你林家真是倾家荡产也赔不完呐！
可是贺爷爷，这个玉镯子的外面真的不是玉，而是卡瓦石。不可能！贺爷爷，您仔细看看，这是玉吗？这确实不是玉，是卡瓦石。可专家怎么会鉴定出它的价值呢？他们没有鉴定错，这个玉镯子确实价值不值，但并不是表面这层卡瓦石，而是里面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这看质地不像是玉。肯定不是玉啊！这几个珠子是玉也不算价值连城，倒像是丹药。2000年下来，即使是丹药也会化成灰吧？这难道是古代的隐射珠？这什么珠？上！对不起，林超，如果当时我坚持要送你去蛮夷，你也不会遇难。原来古代的隐射珠并非谣言，真的存在于世。这就是古代和亲的阵仗吗？太壮观了！小女儿说的没错，这批文物就是宁昌公主的陪嫁，这是属于我们大夏国的文物。出生国人怎么不说话啦？继续说这批文物是你们的，你们是当年的土匪还是蛮夷啊？不是让我们大夏国提钱吗？连真正有价值的都看不出来，还有脸说文物是你们的？我们刚才那股嚣张战呢？既然文物是你们大夏国的，那我们也不能白白挨打，精神损失费应该赔一点。说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是我冲动了，刚才还没有来得及宣布乐乐小朋友的身份。他今天是以林家家主的身份出席全球直播鉴宝节目，现在由我隆重宣布，乐乐被聘为全球国家级鉴宝大师。当时我只以为这次是迫使来了出生国人的名气鉴宝奖，却不想这场直播竟然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。林家主，经他那里消息，你就抽点时间把我胡家传承100年的300件文物鉴定了吗？这个地方现在外面有多少人了？老祖宗啊，目前看来是10几号，但是还有100来号人在路上呢。建国啊，看在我2000多岁的份上，看黎思成来继承家业吧。我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我想出去度个假休息休息。哎呀，老祖宗啊，我也想啊，可这个黎思成他跑了。什么？跑哪去了？出国了，连手机号都换了。听说是遇到他的一个什么真爱了，就是他出车祸救的他那个。这该死的恋爱脑，为了爱情连家都不用。没事，轩轩还在，马上培养轩轩成为林家继承人。